比如说父母已经是，比如像我是清华毕业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经常有的清华的同事有时候会讲，清华毕业的孩子啊，当然有些人仍然能够上清华北大，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上不了清华北大了。你的现在是清华毕业，学历方面你可能比较高一点，但是在很多方面你其实就是芸芸众生里边的一员，你就是中指附近的一个体。您作为一位非常资深的教育学者，您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您怎么样看待教育子女的问题呢？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个家长，我想可能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然后看到他慢慢成长，你总是希望把最好的这个教育的机会给他，让他的天赋能够完全兑现出来，包括那个学习，包括一些课外的这种才艺。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或者不断的成长，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说只有一种模式也是多方面的，它是有一些好像大家共同认定的一些风向标比如说学习成绩更好，以后能够上名校，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单一的这种价值导向，影响了他自己的这种本身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没有那么的快乐了。后来我们其实也想，当时生下他的时候，只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就行了。到这个世界上，人生苦短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走着走着，卷着卷着就是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初衷。所以现在上了大学以后，跟我们那个离得又远了，离得远的时候，有时候想想也是，就是我想可能就是真正认识到这个孩子虽然是我们生的，但是呢，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路，甚至有自己的命运有些东西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力提供支持。但至于以后走什么样的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还是充分的尊重孩子自己的这种选择那我想可能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作为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想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故事跟孩子的故事。每个人能度他的能量是很有限的。对，我想可能这个每个家长都会有，比如说经常有个说法叫终止回归，比如说父母已经是，比如像我是清华毕业的，对吧？所以的话呢，我们经常有的清华的同事有时候会讲，清华毕业的孩子当然有些人仍然能够上清华北大，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上不了清华北大，因为我们已经摆到比较高的位置了理论上是下一代会可能是往那个平常一点的摆，但是的话，我们下意识的仍然会对孩子一开始是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期待和要求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就家长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是充满了很多的这种天赋，给他给予很多的期望，但是后边你慢慢要接受一个现实，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孩子，包括我们其实自己回过头来看也是一样，无非就是说你的现在是清华毕业，学历方面你可能比较高一点，但是在很多方面你其实就是芸芸众生里边的一员，你就是中指附近的一个个体那我想可能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和教育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慢慢还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平平庸庸、平平常常、平平淡淡，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果。如果是说对现在的这个很卷的这个父母你想说一句话的时候，分享您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心得，最想表达什么？一定还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这种天性的这种独特性差异不要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在这里边不可调和我就觉得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亲子关系在这中间它也是有这种张力的，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要斗而不破然后能够共同成长。好的，谢谢简老师。自媒体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像刚才说的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就它的这种很多东西的这种宏大叙事，它可以更多的有一种平视，甚至是拉近以后进入到日常生活里边去看到普通人的